2025年10月9日，中国商务部连发了多份公告，宣布对境外稀土物项、技术、设备以及原辅料等等实施出口管制。这些公告看起来很技术性，但是在美国华盛顿的人看到了之后简直就炸锅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就发了推文，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加征100%的关税。不过大家不用担心，仅仅1周之后呢，特朗普的态度就软化了。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明说会在2周内与习近平会面，并且承认100%关税不可持续。欢迎来到 M 财富，我是 M。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中国是如何通过稀土的武器化，成为美国芯片禁令中最强劲的对手的呢？我们先来说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细节其实这一次中国对稀土的管制呢，并不是临时起意的，而是精心设计了好几个月的。早在2025年4月份，中国就开始对部分中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叫做18号令。只是说在当时呢，没有很多人去在意这个事情，以为只是例行的贸易管制而已。不过时间来到了10月份之后呢，中国开始加码了，1天之内呢就发布了多份的公告。从原材料、设备到最终产品的整条产业链都实施了出口管制。中国这一次的管制措施核心就是一个数字，0.1%。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只要里面有0.1%的中国稀土呢，它就要受到中国的管制。无论你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了，要卖到哪个国家去，你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这个听起来怎么有点特别的耳熟呢？没错，这就是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翻版。美国用这个规则限制了全球的企业向中国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现在中国也用同样的逻辑，以牙还牙，限制全球的企业使用中国稀土。不过中国的这一次呢，招数要比美国更狠。美国的芯片禁令主要是针对高阶芯片，受到影响的呢是 AI 领域超级电脑这些尖端产业。但是大家知道吗？稀土的运用面可是比半导体广泛多了。像是手机 iPhone 特斯拉车的电动马达再到 F-35 战斗机，通通都需要用到稀土。而且不只是需要，而是没有稀土就做不出来这些东西的这种程度哦。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美国的态度反应这么的激烈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深入的去讲解一下，那什么是稀土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别的国家没有吗？稀土其实是17种化学元素的总称，分为轻稀土和中重稀土。轻稀土呢比较常见，像是铯、镧这些化学元素，主要用在催化剂玻璃抛光等领域。但是真正值钱的是中重稀土，像是铝、铍、铬这些元素，它们的用量虽然小，但它们是很多高科技产品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比如像是铝铁硼永磁体，这是目前世界上磁性最强的永磁材料。像是电动车里面的马达风力发电机，还有各种精密仪器都需要用到它。而铝铁硼永磁体里面的主要原料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字铝这个化学元素。那大家不禁的可以去猜猜看那中国到底掌握了全球多少的稀土呢？在开采端，中国占了全球稀土矿产的70%，但是更关键的是加工端，中国掌握了全球90%以上的稀土冶炼和加工能力。哇，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现在在澳洲也好，在美国也好，你挖了一个稀土矿，你挖到了之后呢，你还是得把它们运输到中国去加工，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完整的稀土加工产业链。那说到这儿的话，很多人都很好奇那为什么中国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垄断的地位那这个事情呢，肯定不是说1天2天就会建成的嘛。其实中国早在195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部署了，一步一步的到如今为止，花了7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产业链给建得完整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派出了专门的调查队去内蒙古包头市的白云鄂博矿区，对稀土资源进行了勘探和研究。白云鄂博矿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之一，这对中国稀土产业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6年，国家发布了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开始系统的研究稀土，并且在稀土活法、冶炼技术方面获得了突破，稀土也开始规模化的生产了。7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稀土研究呢出现了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叫做徐光宪。他呢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大家呢也称之他为稀土之父。1972年，徐光宪接到了一项紧迫的国家任务，经过3年的研究，在1975年，他创立了串集萃取理论，是一种稀土分离理论。这项技术让中国的稀土分离效率大大的提高了，同时呢，也大幅的降低了成本。正是这一次的技术突破呢，让中国稀土的发展在全球抢占了领先的位置。因为稀土元素的性质很像，分离起来特别的困难。但是徐光宪先生呢，他的创新让中国在这个方面至少领先了10年。但是真正让中国稀土产业开始腾飞的呢，是从1985年到2004年这20年的时间。1985年，国务院宣布对稀土实施出口退税政策，鼓励稀土出口。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1998年，期间中国的稀土出口量从8204吨增长到了5.33万吨，增长了6.5倍。当时恰逢全球半导体产业飞速的发展，那国内外对于稀土的这个需求呢，也是非常的大，也是在急速的发展。中国就借此机会迅速的占领了全球的市场。但是真正让全世界都意识到，哇，中国已经掌握了稀土的定价权的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大幅的去削减稀土的出口配额，那价格呢在短期内就大幅的飙升。这个时候很多人才恍然大悟什么才梦中惊醒，哇，这个稀土的价格已经跟中国画上等号了，控制权完全在中国的手里。那为什么中国能够掌握稀土技术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愿意承受环境的成本，稀土的开采和加工会产生大量的污染。欧美国家因为环保标准比较严格，很早呢就停止了稀土的生产。美国在1990年代呢，就因为环保问题关闭了大量的稀土矿跟加工厂。其次，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链，从开采、冶炼到加工，中国都有成熟的技术和产能。最后一点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有长期的技术积累那大家想想看，我之前说过，1950年代开始到现在，有着70多年累积下来的专利跟经验呢。这些优势叠加在一起，中国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绝对的稀土垄断地位。目前中国的稀土行业呢，主要由2大国家队控制着，形成了南北对决的局势。北方稀土王者坐镇内蒙古包头市，手握着白云鄂博矿，号称着世界稀土之都，这个也是全球最大的轻稀土矿。北方稀土一年的稀土氧化物产量呢就有10万吨，占了全球的接近1/4哦。而南方的老大则是江西赣州的中国稀土集团，掌握着中重稀土。虽然总量不如北方大，但是品质和价格更高，主要用在高端磁体和国防精密领域。这种南北格局是在2014年工信部推动大家整合的时候形成的。当时呢，就把全国各地分散的这些稀土集团给整合起来了，变成了6大集团。到了2016年，全国总共有67张的稀土采矿许可证，其中的66张都被这6大集团给瓜分了。换句话说呢，就是中国的稀土开采权完全掌握在这6大集团的手中。到了2021年呢，中国又出了一记狠招，成立了中国稀土集团，把其他的几家呢，全部的整合起来了，持续的收购合并，进一步的巩固了南方稀土资源的地位。所以现在的格局呢，就非常的清晰了。原来的6大集团呢，最后形成了超级2大集团，一南一北。那北方稀土呢，注重在轻稀土，而南方呢，这个中国稀土集团呢，注重的是中重稀土。这2家加起来掌握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稀土资源和产能，也让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里站稳了第1的位置。但是呢，光有资源垄断还不够，中国这次要玩一个更大的。中国在10月9号发布的这一系列公告呢，不只是简单的出口管制，而是把美国用了10几年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拿来用在了稀土上。这招一出之后让全球的供应链都绷紧了神经。那这一次呢，中国最狠的地方是在于它推出了这个长臂管辖。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意思啊，就是说我中国不是说我直接的就全面禁止稀土的出口，而是对含有中国稀土的产品实施严格的审批跟管制。只要你的产品里有0.1%的中国稀土，我不管你是在哪儿生产，我也不管你卖到哪里去，你都要接受我中国的审批。其实这一招啊，比直接限制它出口要猛多了。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理解。特斯拉在美国加州生产的 Model 3电动车用的是永磁马达，需要用到铝铁硼磁铁。那制造这种磁铁的关键原料啊，就是铝和镝2种稀土元素。中国在稀土的开采方面占了全球的70%，但是更关键的是啊，在稀土的冶炼和加工方面呢，在全球它占了90%以上哦。所以按照中国的新规定，特斯拉的 Model 3电动车因为含有中国稀土，所以无论它出口到任何国家，都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才可以。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呢，你美国加州生产的特斯拉 Model 3，你要卖到哪儿去，都得中国说了算。所以特斯拉基本上没有选择，不管稀土原矿是来自哪里，最终的高纯度稀土材料几乎都得经过中国的手，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底气所在。但电动车产业啊，其实只是冰山一角，真正让美国华盛顿睡不着觉的是半导体产业。稀土管制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啊，远比表面上我们看到的严重多了。很多人都以为半导体产业主要就是靠硅晶圆跟先进制程嘛，跟稀土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要是这样想的话呢，你就大错特错了。稀土啊，在半导体的产业链里面属于超级隐形的核心。虽然一颗芯片里的稀土只占了极微小的比例，但是缺一不可呀。从光刻机的激光器、稀土滤光片、高纯度的磁性材料，到离子注入、刻蚀等专业制程，再到设备、马达、磁铁、芯片封装测试，甚至 AI 加速器的关键零部件，通通都离不开这17种元素。我来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吧。我们先从设备端这一块来看。荷兰阿斯麦的 EUV 光刻机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设备，也是三星啊、台积电生产3纳米制程以下的关键设备，对吧？这一台机器的光源系统就需要用到稀土元素制成的特殊滤光片和反射镜涂层。没有这些稀土材料的话， EUV 光刻机根本就无法工作。那这些高纯度的稀土元素啊，90%都是要靠中国供应的。现在啊，传出了荷兰阿斯麦部分光刻机的出货啊，已经延误几周了。那 ASML 那边呢，也正在跟荷兰和美国的政府协调替代方案。而另外的设备端公司呢，其实也受到了影响，像是东京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厂商之一东京威力科创，它也需要用到大量的高性能永磁马达和精密定位系统，这些啊都需要铝铁硼永磁体。说完了设备端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材料端这一面。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些了解，在芯片制造的过程当中啊，化学品同样非常的重要。其中高纯度稀土氧化物，也就是半导体芯片生产里面会用到的超级干净的材料，要求的纯度呢是99.999%，也就是所谓的5个9。全球能够稳定去供应稀土的，数来数去就2个国家，中国和日本。而日本呢，它这些公司当中啊，需要用到的材料呢，还得是从中国进口。你看台积电、三星、英特尔这些晶圆大厂，平时都说得很好听，说自己的材料都是从日本啊、欧洲采购的，供应链很分散，好似非常的安全。这些材料往上追溯的话，它的原料都是要经过中国精炼才能得到的嘛。那所以根据中国这个最新的规定啊，那台积电生产的芯片当中，只要含有中国稀土，理论上要出口到美国的话，就得经过中国的批准才可以。这等于说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里面埋下了一颗可以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那这样一来的话，谁受到的影响最大的呢？首先啊，就是 GPU 和 HBM 市场。NVIDIA 家的 Blackwell、AMD 的 MI350X 这些卖得非常红火的 GPU 啊，全部都是用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生产的嘛。而这些制程的离子注入、刻蚀环节都离不开高纯度的稀土氧化物。另一边的 HBM 更麻烦了，韩国的 SK 海力士、韩国的三星、美国的美光，他们做的 HBM3E 和 HBM4 制程比普通芯片要复杂多了，那他们对稀土材料的依赖度啊，更是高到不行。现在啊，整个行业内都在马不停蹄的算账评估影响到底有多大。那可以肯定的是呢，短期内材料的价格啊，肯定会上涨不少。说白了，这就是一场针对半导体产业的压力测试。
中美如果谈不拢，从上游材料、中游设备到下游供应链的所有玩家，全部都要进入到风险对冲模式。这并不是在吓唬大家，也不是说危言耸听什么的，是已经在发生的了。荷兰的 ASML 他们的出货已经延迟交付了呀，材料价格也已经出现了波动，整个产业链这一刻都绷紧了神经。那美国现在出了反制，说出了一个高额关税这一招，那中国会马上妥协吗？想都别想。特朗普在10月10号宣布了对中国商品加征100%的关税，威胁11月1号就生效。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呢也开出了条件，中国要是暂缓实施稀土管制，我们就把关税休战期延长3个月。听起来好像很有诚意，对吧？但是中国这一次的回绝呢也非常的直接，就是拒绝。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么的有底气呢？嘿嘿，因为他一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吧。2025年前9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确实是下降了16.9%，但是整体的出口呢不降反升，同比增长了6%啊！这怎么可能呢？答案就是东方无量，西方亮。中国对东盟出口暴增14.7%，对欧盟增长8.2%。美国市场萎缩的那块蛋糕啊，早就被东盟跟欧盟瓜分掉了。更关键的是啊，中国的企业呢，这些年也一直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在特朗普1.0时代开始加关税的时候呢，该转移的产能呢，早就转移完了。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到处都是中国企业的身影。到了特朗普2.0时代，在这些地方的投资啊，还有出口份额呢，更是直接翻倍增长了。简单来说啊，就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已经大幅降低了。你美国说要加关税 ，OK， 随便吧。但是中国稀土的这一张牌是绝对不会妥协、不会退让的。所以啊，这也是这一次为什么特朗普态度转变这么快的主要原因。他在10月10号的时候呢，还在放狠话，到了10月17号啊，就承认了100%的关税呢，根本就玩不下去了，还表示啊，说2周之内呢，会抓紧跟习近平会面的。因为他也是聪明人啊，是吧？特朗普他不是说天天在那说瞎话的，他也知道用关税这一招根本逼不动中国退让了。美国需要稀土来维持军工生产和高科技产业，反观中国这一面呀，好像是我不需要你美国的市场，我也能好好的存活下去、走下去了。那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博弈接下去会怎么走啊？短期来看啊，双方很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妥协嘛。特朗普都已经放低姿态了，说要见面谈了，这个事情可不是常见的哦。大家想想看，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主动逼特朗普放下身段去求和的呢？现在整个市场啊都在盯着特席会，会不会在 APEC 韩国场那边去举行？这关系到中美两大国能不能够暂时停火，延长关税休兵期。但从中期来看，这场双方博弈啊远远没有结束哦，双方啊都在玩长期的布局。美国那边呀会加大投资重建稀土产业链，中国则会加大投资突破半导体技术瓶颈。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谁能够先突破对方的封锁？那到底是中国能在半导体产业当中先实现自给自足这样的好的状况呢，还是美国能够先一步的去重建整个稀土的产业链，摆脱对于中国的依赖呢？无论怎样啊，双方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坦白说，谁都没有轻松的捷径可以走。美国想要重建稀土产业链，这也不是说建就能建的事情。那从时间上来说，假设你现在马上就开始动工，也要花上个5到10年吧，才能搞出一个稍微具点规模完整的产业链。大家想想看，这5到10年，美国的军工啊，还有科技公司怎么办啊？等它吗？还不是得乖乖的向中国去买稀土？更头疼的问题呢，其实主要还是在于钱。成本，那为什么中国的稀土更便宜呢？因为它早就形成了规模经济，环保成本更低。那美国想要去重建的话，它的环保方面的成本呢，就比中国要高出好几倍，还有一堆的环保组织啊，要让它先去解决了才行。假设真的能够开工了，建厂、挖矿、提炼，每一步都要烧钱呢，算下来啊，都不知道要比从中国进口要贵上多少倍呢。然而最致命的还是技术差距。那中国嘛，毕竟投了那么多资源，有了70多年的专利啊、经验啊这些累积，也不是说你光砸钱，你花个时间就能够在10年之内很快的追上来，这也不现实啊。中国也是会在这段时间持续发展的嘛。而且其中一些中国的专利呢，就跟荷兰的光刻机一样，不是那么好绕过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急的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直拼命的去拉盟友。
先是这期财长在华盛顿开会商量对策，随后特朗普政府又在7月份的时候砸了4亿美元给美国唯一的稀土矿商 MP Materials，10月份又紧接着宣布持股加拿大的 Trilogy Metals 矿产勘探公司。但说实话这都是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时间、成本、技术3座大山在那儿呢，怎么翻呀也翻不过去。我们刚刚说了短期、中期，那从长期来看呢？其实这种事情对于双方来讲都没有什么好处。世贸组织算了一笔账，如果中美关税真的上调100%，到2040年全球 GDP 会下降接近7%。当科技变成地缘政治的武器，当供应链变成谈判筹码，受伤的不只是中美两国，而是整个全球的经济。而这些影响并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进行时。阿斯麦的出货延误了， GPU 价格上涨了， HBM 的供应也紧张了。咱们消费者的下一台电脑、下一部手机、下一辆电动车，可能都会因为这场稀土风暴变得更贵、更难卖。而 AI 芯片假如更贵了，也会拖慢 AI 巨头们的扩充计划，这也会影响 AI 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会把它的进度给拖慢的。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全球供应链真的分裂了，大家觉得谁会是最大的输家呢？是中国、美国，还是我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呢？好啦，今天关于稀土的故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内容。那稀土这个词好像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嘛，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视频呢，对它有深入的了解，因为它对于我们半导体这个世界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其中呢，我也提到了它对于 GPU 跟 HBM 的影响。那 GPU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嘛，那什么是 HBM 呢？这个就是我下一期视频的内容了。我们下个星期三5点见吧，拜拜。我已经回到工作状态了，休息了3个月。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